家是吴工厂唯一的继承人啊！林女士，林阳的肾源配型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匹配对象是秦旭白。秦旭白？怎么会是他？他可是帝都秦氏集团的董事长啊，是真正跺跺脚就能让行业震动的大人物啊！像他这样的人，怎么会愿意给我的儿子捐肾呢？经过多方求证，我们终于确认，帝都最大民间慈善组织人心公益基金会的匿名会长，正是秦氏集团董事长秦旭白先生。20年来，他隐姓埋名，累计资助困境家庭超3000户，帮助近1000名寒门学子完成学业。他不仅是商界精英，更是当之无愧的慈善楷模。慈善楷模？原来他不仅有钱有势，还是一个心地慈悲的大善人啊！儿子，你有救了！爸，您帮那么多人走出绝境，可为什么偏偏是您要遭受癌症的痛苦？这太不公平了。佳佳，别这么说，行善不是为了让人夸，是为了自己的良心过得去。能多帮一个人冲过难关，那我做这些也不算白费功夫。哎，举高一点，一定要让秦总在屋里能够看见。哎，你们也跟着哭几声，营造点气氛。求秦总救救我们少爷吧！秦总救救我们少爷吧！秦总，秦总，救救我们少爷吧！外面怎么回事，刘管家？秦总，我求你开门见见我吧！我千里迢迢从沙城赶过来，就是为了求您捐肾给我儿子啊！我知道您的肾源跟他匹配，您可是慈善楷模，您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太过分了吧！他这是要您的肾啊！秦总，我求你帮帮我的儿子，你把肾给他吧。秦总，如果您不答应，我就跪着不起来了。罢了，老板救时日无多，能多救一条人命，就再行一次善。爸，刘管家，出去告诉他，答应我。爸！林女士，我们先生同意了，1周后他会去山城和你儿子做配型手术。真的？太感谢秦总了，太谢谢他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我特意去山上庙里求的祈福牌，麻烦您一定转交给秦总。秦总真是个大善人啊，菩萨一定会保佑他，好人有好报的，会平平安安的。我一定转交。我就知道，秦旭白可是慈善楷模，就算是为了这个好名声，也绝不会对我儿子见死不救。洋洋，再等3个小时，秦总他就来医院了。到时候做完手术，你就能跟以前一样了。妈，秦总真的愿意签肾给我吗？我们会不会太麻烦他了？
傻孩子，秦总他是个大慈善家，钱可胜对他而言是举手之劳。再说了，等到手术成功了，妈一定重金感谢，亏待不了他的。妈，钱代表不了一切，人人都说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是咱们林家做太多亏心事的报应。你以后千万别再伤害别人了，就当为我积点德，好。你这孩子，放心吧，你妈我自有分寸。你呀，现在就安安心心躺着，养足精神，等手术。啊！对不起，阿姨，是我撞到您了，您没事吧？别碰我！谁让你扶啊？看你穿的这一身便宜货，手上沾了不知道多少细菌，别把晦气沾到了我身上，再传给我儿子。阿姨，你算了，爸还等着我给他办住院手续，而且爸说过，在外面不要跟人争执，要有容人之量。阿姨，确实是我没注意，只是今天我爸要来手术，我也是着急，实在是很抱歉。别给我扯你爸！你爸做手术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告诉你，我儿子要是因为这个事情耽误了手术，哪怕是晚了1分钟，我第一时间就来找你算账。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真的很抱歉，阿姨。厂长，厂子里又出事了。又有什么事啊？这一天天的没一个省心。厂长，之前厂子里被机器砸断腿的那个工人又来闹事了，说让再给他2万块钱，要不然就去劳动局告咱。赔他？做梦！一个蠢货，自己不小心伤了腿，还敢来讹我！去告诉保安，把他给处理掉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等一下，还有，我让你们排队给我儿子买的鸡汤，别忘了。好。去。你好，我给我爸办住院。住院？先把住院登记表填了。好。你往后让让。护士，先给我把事办了。阿姨，您稍等一下好不好？我正在给我爸办住院手续，就差最后一项填写了。您往后站站，咱们按顺序来行吗？怎么又是你呀？怎么又是你呀？叫什么阿姨呀？少在这儿跟我攀关系，尊重长辈。你不懂啊？我在你前面怎么了？耽误你几分钟能死啊？阿姨，不是我不让您，您看后面这么多人都在排队，大家都是来给家里病人办事儿的，您插队耽误的不只是我的事儿，还有大家的时间，这不合规矩。我看你这丫头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我儿子整天要做术前检查，马上就要换肾了。你要是给我耽误了手术，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抱歉，你这人怎么回事的？这姑娘排队排了快半个小时了，好不容易轮到了她，你怎么直接把她推倒了？太不讲理了！就是，谁家没个急着办事的病人？我们在这儿排得好好的，就你特说你儿子要手术，我们家里人就不着急了？你们是哪根葱啊？也敢来管我的事？我告诉你们啊！我儿子要是因为今天的事情耽误了手术，我把你们一个一个都揪出来赔钱！我怕你不成，你不讲理，难道还要动手打人吗？我就打！阿姨，别动手，有话好好说，动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哎呀，你个死丫头片子，还敢拉我！真当我灵芝好欺负是不是？啊！我灵芝在山城开厂子这么多年，还没人敢跟我作对呢。
请问是秦佳佳女士的家属吗？她在山城第一医院被人欺负了。什么？喂，快去山城第一医院，佳佳出事了！你跟谁打电话呢？你跟谁打电话呢？我看你是不想在这个医院待下去了。你在医院欺负人，我有通知家属的义务。你们一个一个都跟我作对是吧？这个丫头拦着我，你呢？帮她通风报信，真当我林芝好欺负啊？厂长，千万别生气，少爷还在病房等着你呢，马上就要术前检查了，跟他们浪费时间，耽误了少爷的事儿就不好了。是啊，厂长，您看，这是您特意让我们去老字号排了1小时队买的鸡汤，给少爷补身体的，再耽误下去，汤就凉了。行啊，我今天看在儿子的份上，就暂时不跟你们计较。你给我爬起来，赶紧帮我把手续办了。办好之后，跪着送到我儿子病房面前。你要是敢给我耽误1分钟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不行，你不能走，你打了人，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。你疯了吗？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这个是我儿子喝的鸡汤，我让人排了1个小时队才买到的，你敢给我撒了？你们还在这干什么？给我打！他敢弄洒了我儿子的鸡汤，我叫他好看！弄死！还带着病历本，我看你的家人快死了，所以才敢来我面前找死。情绪白，住手！都给我停下！厂长，怎么了这是？这怎么会有情绪白的病历本啊？秦总可是大慈善家，他身患癌症，命不久矣，所以才愿意救我儿子。这个丫头跟情绪白到底是什么关系呀？他怎么会有秦总的病历呢？那是我的病历呢，把我的病历拿给我的是我的东西。厂长，说不定就是聪明呢。是啊，厂长，您看这丫头啊，穿的普通，还背着个破包，一脸的穷酸样，怎么可能跟大名鼎鼎的秦总有关系啊？也是，肯定是聪明。给我继续打，我好好教训他。你们别做的，嚣张跋扈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报应？哪里来的报应呢？我可是盛虹机械厂的厂长，这医院都是用我们厂交的税，我在这里说1不2，谁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？原来你就是那个黑心厂长，大家都说你压榨工人，还不给受伤的工人赔偿，你儿子患肾衰竭就是报应。错，现在你儿子都住院了，你不仅不思悔改，还在医院行凶打人，就不能给你儿子积点德吗？就是，你有这功夫在这欺负人，不如去病房陪陪你儿子，非要胡作非为，早晚要出事儿。我儿子是重病不假，但是他马上就会好起来了。情绪白，你们知道吧？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慈善家，秦氏集团的董事长。他呀，
很快就会给我儿子捐肾。有他这样，你们这帮人，我就算是把你们踩在脚底下碾碎了又怎么样？我爸要捐肾救治的人，竟然有这样一个蛮横歹毒的母亲。他一片好心，换来的就是他这样仗势欺人、横行霸道。来人，先把他给我处理了。你不能动我，秦世白就是我爸。我进去，我要去护士站找佳佳。哦，对了，你先去住院部找林芝的儿子林阳，你跟他说我处理完事情就会去给他做配型手术，让他别着急，我不会耽误他的手术的啊。丫头，你真的是秦总的女儿啊？秦总可是帝都的慈善楷模啊！难怪这姑娘看着斯斯文文的，原来是秦总教出的孩子。要是真的，你可捅了大娄子了。秦总的实力可不是你个小小厂长能比的。厂长，这怎么办？要是这丫头真是秦总的女儿，咱们今天可是惹到大麻烦了。是啊，厂长，要不咱们先算了吧。秦总要是追究起来，咱们厂都得完。不要！你以为我拿个破病历本就能够忽悠我了？还秦总是你爸，一个传地坛的臭穷酸，还敢到处攀亲戚？你真当我林芝是吓大的？我告诉你，在这山池收拾你易如反掌，你信不信？我能让你这辈子再也说不了话，骗不了人。你放开我，我没有报仇，秦世白就是我爸。你还想让我爸给你儿子捐肾救命？我告诉你，你休想！你这么横行霸道，欺负弱小，根本就不配我爸捐肾救你儿子的命。很好，都到了这个份上，还敢嘴硬？你弄洒了我宝贝儿子补身体的鸡汤，还敢跟我叫板？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教训！给我压住他！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吧！这个鸡是给我儿子补身体的好东西，就像你这种穷酸丫头，一辈子都喝不起。哼！今天啊，我就大方一点，让你尝尝这滋味。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太过分了！就算这姑娘不是秦总的女儿，你们也不能这样对她呀！是啊，哪有你们这么欺负人的？赶紧放开这姑娘，不然我们就报警了。看来是没喝够啊！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把地上的鸡汤饮干净吧，也好让你沾沾我儿子的光。算你这辈子是见过好东西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跟你排队办手续，他非要插队，我跟他好好说，他不听不听，打我，他撕毁了你的病历。
佳佳别怕，有爸在，爸一定给你讨回公道。我女儿好端端的排队办事，你为什么要动手打人，还侮辱她？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？老东西，明明是你女儿，不懂尊重长辈。我们厂长好言好语跟她商量，让她退一步，她不仅不答应，还推搡我们厂长，把我们厂长给少爷买的鸡汤都打翻了。就是啊，我本来想让着他一步，我儿子啊还在等着做术前检查呢。结果你女儿她不仅不体谅，还跟我顶嘴。哎，这个鸡汤啊，可是我让人花了1个小时时间排队买到的，这下好了，全被他给毁了。你胡说你！怎么，你敢说这鸡汤不是你弄翻的？你要当着你爸面前撒谎吗？是我弄翻了，可是这不就对了吗？你女儿她现在砸了我的东西，还跟我顶嘴，我这个做长辈的教训她几下，怎么了？再说了，子不教父之过，你这个当爹的没有教好女儿，也得替她跪下给我磕头认错，这事才能算完。好一个颠倒黑白！明明是你插队在先，动手打人在后，现在倒反过来让我给你道歉。看来你是不肯。既然你这么不识抬举，那就别怪我。要做什么？此债复偿，当然是打断你的腿，替你女儿赎罪了。你敢！我灵芝可不是被吓大的，给我砸！你敢伤我！一个来路不明的穷骚货，也配跟我谈敢不敢？山茶，还没有人能让我灵芝低头的。灵芝，你是灵芝？方才那位来求助的人叫什么？叫林芝，是山城盛虹工厂的负责人。看来是听说过我的大名啊？怎么，现在知道害怕了？你不认识我没关系，拿这个你还认得吗？林先生，秦总处理完事情就会过来跟您做配型手术，只是您的家属，我妈可能是去办术前手续了，麻烦您先等等，我这就给她打个电话问问情况。对了，这个是我特意去山上庙里求的祈福牌，麻烦您一定转交给秦总。秦总真是个大善人啊，菩萨一定会保佑他，好人有好报的，会平平安安的。我一定转交。这个是我送给秦总的祈福牌，怎么会在你这里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？我就是你哭着求着捐身救你儿子的秦旭白。说在这门外说什么？为了儿子，愿意给你一切。我体谅你舐犊情深，这才不顾患着癌症的身体，答应捐身救你儿子。可我没有想到，你竟然是这么一个仗势欺人、横行霸道的恶人！秦总，不可能！秦总可是个大慈善家，怎么会像你这么狼狈？绝不可能！喂，洋洋，怎么了？妈，你在哪呢？秦总这边都在找你呢，问你什么时候回来，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了。秦总，看来秦总已经在病房。洋洋，妈没事，妈马上就回病房了，你乖乖等着哈。我的生不会再给你儿子配型手术做了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
求着我爸给你儿子捐肾救命，是你作恶多端导致如今的局面，你怎么还敢随意打人？你难道一点良心都没有吗？良心，在你们两个骗子面前，根本就不值得我跟你们谈良心。真正的秦总早就已经在病房里等着给我儿子捐肾了。你拿个破牌子就想来冒充秦总吓唬我，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！说什么？你先去住院部找林芝的儿子林阳，跟他说我处理完事情就会过去给他做配型手术，让他别着急，我不会耽误他的手术。好了，简直是非不分，我怕耽误你儿子的手术，特意让刘管家先去病房安抚，让我亲自赶到这里来处理这件事。没想到你竟然把我当成冒牌货！你好好想想，若真的不是情绪牌，又怎会知道你儿子要做手术？可惜我费尽心思替你儿子着想，却换不来你半分醒悟。少跟我扯这些有的没的！我看你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来人呐！就这个骗子，居然敢冒充秦总，还敢说不救我的儿子，简直就是活命！你们赶紧给我按死他！阿姨，我求你了，你有什么气冲我来？是我之前不该拦着你插队，是我不小心打翻了鸡汤，我给你道歉，我给你磕头都行。求你放过我爸爸，他还生过癌症，经不起你们这样折腾了呀，阿姨。你不是想拿肾来威胁我毁了你的肾，看你拿什么来继续骗人！对呀！你敢！若真要毁了我的肾，儿子就入了肾院，最多1个月。你想让你儿子死吗？少在这里吓唬我！你一个冒牌货，想给我儿子捐肾，你配吗？阿姨，我求你放过我爸爸，他说的是真的，他真的是情绪牌，他真的可以救你儿子。你要是真的伤了他，你儿子就彻底没救了。求求你，你放过我爸爸，求求你！你可别冲动呀，万一他有你儿子的肾源，你这一打可把你儿子的生路断了呀！是啊是啊，你儿子还在病房等着手术呢，你可别糊涂啊！别听他们废话，我非要让这个冒牌货付出代价！敢冒充秦总来骗我，这就是下场！走，我们现在去病房见真正的秦总，好好答谢他愿意救我儿子。爸，你快醒醒！医生，快来人救救我爸！洋洋，快躺下，马上秦总啊就要来给你捐肾了，你可得安分点啊，别乱动，影响了手术可就不好了。李女士，刚才医院里吵吵嚷嚷的，好像还有人在喊救命，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秦总是大善人，最忌讳跟人结怨生事。刚才的事可千万不能让秦总的人知道，万一他一气之下反悔不捐肾了，洋洋的命可就彻底没救了。没什么没什么，就是刚才有人因为排队的事情吵了几句啊，现在已经解决了。对了，你们秦总呢？他怎么没在这儿啊？秦总刚接到电话，说小姐在护士站被人欺负，就先赶过去处理了。你说什么？秦总去护士站了？简直是非不分，我怕耽误你儿子的手术，特意让刘管家先去病房安抚。难道刚才那个人真是秦总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世界上哪有那么巧的事情？林女士，秦总的肾脏严重受损，你儿子的换肾手术做不了了。秦
秦总，你说他就是秦总？你说他就是秦总？秦总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方才去护士站找您，没看到人，还以为您怎么伤成了这样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他怎么会是秦总呢？明明教训的是个冒牌货呀！您伤到了肾，肾可是羚羊唯一的救命希望。到底是谁这么大胆，敢对您动手？您就是秦大善人，是您愿意全身救我，我感激不尽。可您怎么会伤成这样？是谁让你伤成这样的？谁伤的我，问你母亲就知道了。这一切都是拜她所赐。妈，真的是您把秦总伤成这样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您不是说去办术前手续了吗？怎么会跟秦总起冲突啊？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灵芝，事到如今你还要狡辩吗？看清楚了，这是我父亲签的捐肾同意书。可现在呢，我父亲的右肾被你亲手毁了，你儿子彻底没救了。现在你满意了吧？不要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是秦总啊！一句不知道就能抵消你做的所有事了吗？是你亲手掐断了你儿子的生路，是你这个当妈的亲手要害死他！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我怎么会害我儿子呢？洋洋，妈不是故意的，妈真的不知道他是秦总啊，我以为他是来碰瓷的，他是来耽误你手术的，我只是想赶他走，我没有想过要毁了你的肾源啊！妈，真的是你为什么这么糊涂啊？秦总是来救我的，你为什么要跟他起冲突啊？我之前明明跟您说过，让您在医院里安分点，别惹事。你为什么就是听不见？你为什么要屡屡就范呀？都怪我蠢，我怎么就没认出秦总？我怎么这么糊涂啊？把救我儿子的人当成了是冒牌货，是我蠢！我这双手不仅打了秦总，还打了秦小姐，还亲手带走了我儿子的生路啊！我对不起秦总。你现在知道自己错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我父亲的伤，还有你儿子的命，都被你这蠢货给毁了。就算你扇100个巴掌有什么用，也换不回我父亲的肾，更换不回你儿子的生路。秦总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要是早知道你的身份，你借我100个担子，我都不敢对你动手啊！你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这一次吧，帮忙想办法救救洋洋吧，我求求你了，我就他这么一个儿子啊，他不能死啊！我求求你，我别知道错了。原谅你，那我问你，我若只是个身份卑微，不是什么秦氏集团的董事长，你就觉得我活该被你殴打，被你侮辱是吗？你仗势欺人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过会有今天？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再想办法救救洋洋吧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。秦
秦总，我知道我母亲犯下的错无法饶恕，我今天跪在这里，不是求你救我，我只是想替我母亲向您赎罪。她糊涂，我不能跟她一起糊涂。您受的委屈，我给您道歉。洋洋，你快起来！你的身体状况不能跪啊！要是这也是应该我来，是妈害了你呀！秦总，秦总，我再给你磕头，我给你磕头，我把命给你都可以，求求他了，这个事情跟他无关了。你少装可怜了！我爸被你伤成这样，现在还在承受着痛苦，你竟然还想让我爸用事救你儿子，绝不可能！你对我爸犯下的错，永远无法弥补！妈，别劝了，是我们天秦总的。秦总，奴才自偿，我母亲犯下大错，也是因为我今天就以手还身，断了这只手，替我母亲赎罪。别拦我，是我们天秦总的，至少得让他知道我替不赎罪的心意。不要！你的手指断了！医生，不用，这是该付出的代价。今天这一切不是因为我的病。你就发发善心，帮忙想想办法救救他吧，我求你了。你还是不答应啊？我儿子他已经断了手指了，他为我的错承受了这么大的罪，你为什么还是不愿意救他？你到底要我们母子怎么样才肯罢休啊？以手换身，冰月，你觉得断一根手指就能抵消你母亲对我、对佳佳做的事吗？你这孩子虽然孝顺，却糊涂啊！更何况我的肾已经受损伤，就算想救你，也有心无力。爸，您坚持住，马上就能进手术室了，您的身体一定能挺过来的。哎，护士小姐，麻烦你快一点，秦总他情况不太好啊。您放心，我们都知道秦先生是有名的慈善家，我们医院已经安排了最好的医生团队，会尽全力保障他们。爸，您听到了吗？好事会有好报的，您一定能挺过来的。刚才护士站那边闹得太吓人了，情绪白先生被打得不轻，听说左肾都快碎了，本来还要给林阳捐肾的，现在手术肯定做不了了。对呀，林芝也太过分了，竟然连秦先生这样的大善人都不放过，这下好了，他儿子唯一的肾源也没有了。你们刚才说什么？秦旭白先生，造孽呀！那个是洋洋唯一的救命机会，你这个混账怎么就这么糊涂，竟然把他的救命恩人给打了！
洋洋唯一的肾源可怎么活呀？这个孽障，我饶不了他！妈，你怎么？是不是太宠着你了？从小让你无法无天，跋扈到连基本的做人道理都忘了。当年洋洋他爸怎么跟你离婚的？就是因为你冲着家里有钱，横行霸道的臭脾气，过了这么多年，怎么还一点都没有改？外婆，您别生气，我妈她……洋洋，我就你这么一个外孙，可你妈倒好，她竟然打伤了秦总的肾，那可是你的救命肾源呀！她怎么就能下得去手？我当时不知道他是秦总啊。你不知道，你长的眼睛是干什么用的？秦总那样的人，就是穿着普通，他的气度能是碰瓷儿的吗？你在山城横了这么多年，连识人辨识的本事都没有，现在倒好，肾源没了，洋洋他怎么办？他身体能撑多久？你不清楚吗？妈，秦总的肾不能用，那咱们就再找啊！不管花多少钱，只要是能够找到跟洋洋匹配成功的肾源，多少钱我都愿意出的。你现在立刻马上联系所有能够对接的医院、公益组织啊，还有那些私下的肾源中介。你说，只要能跟羚羊配型成功，酬金我给300万，是500万。妈，钱不是问题，只要我愿意出钱，肯定能够找到合适的肾源。洋洋，他肯定会没事的。但愿如此吧。外婆，别生气了，气大伤身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我一定会好好撑着。洋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护士，我外孙是怎么回事呀？他怎么会吐血？情况会不会更严重了？他肾源要是再找不到，他可就……这可怎么办呀？洋，你这手又是怎么一回事？没事，一点小伤，是我们对不起秦总，我这样做也是应该的。你看看，你造的这孽！洋这么好的孩子，凭什么替你承担这些呀？洋，是妈对不起你，妈这就去找肾源，这就去。厂长，找到了，找到合适肾源了。真的？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他什么时候能够来医院做配型啊？这位女士，他说已经在别的医院做过初步配型了，跟林少爷的肾源完全匹配。但是什么呀？你快说！但是他说要先拿到500万酬金，才愿意来咱们医院做手术。先给钱？那万一是骗子怎么办？他拿着钱跑了，那洋的事耽误了，可怎么办？哎呀，妈！现在还有什么比洋的命更重要？就算有风险，也得试试。你先让他把检查报告发过来，确认没问题，我就先打钱。只要能够救洋，这点风险算什么？可是，妈，您就相信我一次吧。洋他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我怎么可能会害他呢？你现在就跟对方说，让他带着检查报告，立刻赶来做配型手术。只要他来省城医院，我500万立刻打给他。是。洋有希望了，你很快就能好起来。现在有人愿意捐肾救洋了，那是天大的好事儿。你就在这里安安心心的陪洋，不准再出去惹事儿，更不准去找秦总的麻烦，听到没有？哦。妈，外婆说的对，咱们别再惹事了。秦总那边，说到底也是咱们对不起他。
放心，妈知道秦总现在你的手术是头等大事，妈不会胡来的，你好好养着身子就行。王医生，求求你，你也要救救我爸！秦小姐，请放心，秦先生的为人我早有耳闻，我一定拿出最好的技术给秦先生做手术。不管结局如何，我都会竭尽全力。谢谢你，都怪林芝，要不是他蛮不讲理，我爸怎么会被伤成这样？如果我爸这次再也醒不过来，这笔账我肯定会跟他林家算清楚。佳佳，别激动，林芝确实有错，他跋扈蛮横，伤人害己，自然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但不能把这事牵连到林阳。林阳他虽然愚孝，但也只是被他母亲的糊涂连累了。你不能把怨气撒到一个病人身上啊！我知道了。好了，秦小姐，请出去吧，咱们现在开始给秦先生做手术。来人，给我把秦旭白从手术台上拖下来，我要让他为我儿子的断指付出代价。上！林芝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还要做手术。干什么？你害我儿子断了手指，还想安稳稳的躺在手术台上治病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林芝，你又要干什么？我爸爸的肾本来就受伤了，再耽误治疗会出人命的，你快放开他！出人命？他不愿意捐肾给洋洋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洋洋会出人命？我不过是不小心把他的肾伤了而已，他又怀恨在心，连救命的事情都敢推，还自诩是什么大善人。我看他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伪君子。洋洋因为他断了手指，以后出去就会被人笑话是个残疾人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笔账我必须给他算清楚。林女士，你冷静一点。秦先生还没开始手术，你现在强行拉扯，很有可能导致病情进一步恶化。你这样做是在犯法。林女士，秦先生从一开始就愿意捐肾救林阳，是你不分青红皂白伤了他，才耽误了手术。你再这样闹，不仅救不了林阳，反而会害了秦总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滚开！好处？我就是要让他给我儿子赔罪。他害洋洋断了手指，我现在连杀人的心都有了，我还怕犯法吗？我现在就要让他尝尝我儿子断指的痛！林芝，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我爸真的再经不起折腾。如果你想要深救林阳的话，等我爸手术结束，等他身体恢复，他一定会捐的。我以我的命担保。捐肾我不需要了，我已经给我儿子找到了新的肾源匹配对象。老夫人，按照规定，肾移植手术需要经过3重资料核验，2次交叉配型确认，整个流程至少需要48小时。这次能这么快筹备好，主要是林芝女士说李女士提供的资料十分齐全，还以个人名义担保所有风险，我们才敢缩短流程。违规操作，洋洋的身体本来就弱，要是出点差错怎么好？怎么就不能多等2天，把手续都办周全了？我们也劝过林芝女士，但她坚持说林阳少爷的身体等不起，还说所有责任都是她承担。也罢，林芝她再糊涂，在自己亲儿子的命面前，她也不敢乱来。她既然敢担保，应该仔细确认过捐献者吕女士的情况。那你们就手术吧。你尝尝啊！刚才不是还说培养手术呢吗？怎么这会儿人没影了？厂长他洋洋都上手术台了，他这个当妈的还敢乱跑，赶紧去把他给我找回来！就像你这种自私的人，根本就不配救我的儿子。
我倒也让人查了，全国省员匹配过，但跟林阳配型成功的只有我一个。我宁愿癌症缠身，也要来捐肾，就是知道只有我的肾能救林阳，你不要被骗子蒙了眼，这样下去会害了林阳的。你说的是真的？不对呀，那个捐赠者的检查报告我是看到过的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跟洋洋配型成功，他怎么可能会是个骗子呢？啊，肯定是你在骗我！厂长，住手！住手！快住手啊！老夫人喊你赶紧回去陪少爷，少爷的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急什么呀？等我教训完这个骗子就回去。可是老夫人说过，让你不要再惹事了。要是耽误了少爷的手术，那可就真的害了少爷了。我会害自己的亲生儿子吗？李女士，她能够救洋洋，她就是我的恩人。而秦旭白，他害洋洋断指，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我告诉你，秦旭白，李女士，她已经在跟我儿子洋洋做配型手术了。只要等到手术一成功，我儿子洋洋很快就会好起来。而你欠洋洋的，我告诉你，我会让你加倍奉还。不会的，那可不是真正的配型，那就是骗子。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是骗子是恩人，我会分不清楚吗？轮不到你这个伪善的人在这里指手画脚。洋洋失去的是右手小指，那我就让你整只右手给他赔罪，如何啊？李女士，秦总说的是实话，我们查过肾源库了，确实只有秦总的可以救林阳啊！你别再固执了，再耽误下去，林阳会出事的。林志啊，求你放过我爸爸，他说的是真的，你快做手术看看林阳吧！我儿子的命我自己最清楚，用不着你们来假好心。林志，你会毁了林阳的。等我先毁了你，你就会知道我儿子一定会健健康康的从手术台上下来的。林志，林志，你给我住手！妈，你怎么？你把洋洋害死了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妈，你说什么？谁死了？洋洋他怎么了？你不要吓我呀！还能有谁？是洋洋，那个捐献者，他是骗子，他的肾跟洋洋根本不匹配。手术途中，那个姓李的女士趁乱跑了，而洋洋，我进手术室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的心跳已经停了。不可能，我的洋洋怎么会死呢？那个李女士，她的检查报告我都是看过的，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跟洋洋是配型成功的，而且她还收了我的500万，她怎么会是个骗子呢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全国肾源库里能跟林阳配型成功的只有我一个，可你非要相信骗子，非要执迷不悟，酿成现在这样的祸果，都是你自己造成的。只是可惜了林阳那个孩子。你想干什么？现在洋洋都这样了，你还要跟人置气吗？都是你这个愚蠢的脾气害死了洋洋。当初要是听秦总的，好好等他捐肾，哪有今天？你现在满意了吗？我也没有想要这样的，不可能，我不信，洋洋她不会死的，那个女人怎么可能是个骗子？秦先生如此的善心仁义，你却把他当仇人，肆意报复；那骗子肆意糊弄你，你却把他当恩人啊！这都是你活该。没错，
你把真正的救命恩人不珍惜，反倒把一个骗钱的骗子当救星，这辈儿糊涂，你真是枉为人母！那个骗子在哪里？我不让他跑了，帮我把他给找出来！不然你们谁都别想好过！团长，老夫人，大叔，医院后门把他堵住了，带你先跑路。我给了你500万，500万啊！你说你的肾跟杨洋是配型成功的，怎么上了手术台又不行了啊？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骗你又怎样？我就是故意骗你的。你以为我真的会捐肾救你那个宝贝儿子？灵芝，你有今天，看着你从希望跌到地狱，我心里痛快得很。我的杨洋现在在叹息，他都快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为什么要这么狠心？无冤无仇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无怨无仇，灵芝，你好好想想，半年前有个工人在厂里被机器砸断了腿，却被你直接开除了。后来他拖着断腿回到厂里，哭着求你给赔偿。你不仅1分钱没给，还让保安把他拖出去，说他是碰瓷儿骗钱，还记得吗？厂长，厂子里又出事了。又有什么事啊？天天的没一个顺心的。厂长，之前厂子里被机器砸断腿的那个工人又来闹事了，说让再给他2万块钱，要不然就去劳动局告咱。赔他？做梦！你个蠢货！我想出生了，还敢来讹我？去告诉保安，把他给处理掉。厂子里面这么多工人，我怎么可能会记得这么小的事情呢？你不能在这里胡编乱造！而且，就算是有这个事情，那也是厂子里跟工人之间的纠纷，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啊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是我男人。你男人？我也不想骗人啊，可我男人现在躺在床上不能动，孩子连学都上不起，我走投无路，才想到了这个办法。这一切都是你林芝害的，要不是当初你1分赔偿都不想给，不是你把我们逼到了绝路，我怎么会冒着坐牢的风险来骗你？你儿子要是真的死了，也是你心肠歹毒给害的。你作孽太多了，现在报应在你儿子身上，你活该！别胡说！就是你欠我，你断了洋洋的生路，我跟你没完！没有了！你懂我说什么？现在闹成这个样子，有什么用？能救洋洋吗？你早干什么去了？当初要是好好的给工人赔偿，哪有今天的事儿？报应都是报应。明明赔一笔钱就能够解决的事情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出事啊？没有把事情弄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那我该怎么活呀？难道洋洋真的死在我手里了吗？秦先生，您的手术不能再拖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很难保证您的生命还能不能恢复。爸，咱们赶快去做手术吧，别耽误治疗了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患者林阳活过来了。
你说什么？洋洋他没事。刚才主刀医生发现肾源不匹配后，立刻就停止了手术，没有对患者林阳造成进一步的伤害。他只是因为术前疼痛和药物反应短暂休克，目前生命体征暂时稳定。但是患者林阳的肾功能已经严重衰竭，必须在2个小时之内找到匹配的肾源进行移植，否则还是会有生命危险。匹配的肾源，2个小时之内，哪里还有匹配的肾源啊？只有秦旭白，只有他的肾能救洋洋。秦总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帮我再想办法救洋洋吧。护士说了，只有2个小时了，现在只有你能够救洋洋了。我知道之前的事情都是我不对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打你，不应该不相信你。我给你磕头认错，我给你磕头认错，求求你了，你让我怎么样都可以，只要你肯救洋洋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之前已经把我爸伤得那么重了，怎么还能捐肾？再说了，你之前是怎么对我爸的？你反复折辱他，怎么还好意思让他捐肾？我爸又不是圣母，凭什么要一次次的原谅你？不是的，秦总，我求你想想办法吧。洋洋他已经在鬼门关过了一遭了，我不能再尝试失去他的滋味了。你可以不原谅我，但是洋洋他是无辜的呀，我求求你了。我知道我们连家对不住你，只要你肯救洋洋，我保证事后一定让连枝给你赔罪，就算是坐牢抵债，我也绝不走廊。啊，钱总，洋洋真的快不行了，你就当可怜可怜他，救救他吧。不好了，还有一件事情要通知你们，患者林阳说不用救了。什么？洋洋说不用救他？你现在虽然醒了，但肾功能已经严重衰竭，必须在2小时内找到匹配的肾源做移植，不然就真的没希望。没希望了吗？也是，这都是我活该。你别放弃，你家人正在手术室外求秦先生，他的肾源跟你匹配，只要他肯点头，你就能得救了。不要求他，快把他们都叫过来。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了。不用，真的不用了。秦先生被我妈伤得那么重，自己根本撑不住，他还有癌症，还有秦小姐要照顾，不能这么自私。就我死吧，这样才算真正赎罪了。我妈欠秦先生的，就让我用这条命来还。现在给我妈欠的，让她以后别再胡作非为了。快去通知他们，不要救我，不要救我！明明自己身陷绝境，却还在为别人的安危着想，就是无辜。这样吧，先给我做肾修复手术，如果手术成功，我就把肾捐给林阳。爸，您这是拿命去赌呀！您难道非要一命换一命吗？王永进癌症晚期，本来也活不了多久。佳佳，爸知道你担心。但林阳也是一条人命，爸做了一辈子善事，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无辜的孩子去送死。爸，您终于救洋洋了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
秦总，我终于找到您了。孙律师，你怎么来县城了？发生什么事？秦总，我女儿，我的小女儿表面查出丙型贫血，医生说必须立刻换肾，可是她配型成功了，只有您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肾已经伤了，就算是恢复了，也要去救洋洋。你不能跟洋洋抢肾源。秦总，您的肾伤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孙律师，秦总是被李女士打伤了肾，现在肾损伤严重，只有先做手术才能确定还能不能再捐肾。原来如此，是你杀了秦总的肾。秦总现在身体状况不明，可你居然还好意思霸占秦总的肾来救你儿子！你告诉我，秦总他凭什么放着自己的救命恩人不管，先救你一个施暴者的儿子？救命恩人？秦总，15年前您刚创业的时候，被竞争对手诬陷，公司濒临破产，您还面临着3年的牢狱之灾。是我主动找您，免费帮您打这场官司。为了找到关键证人，我被对方的人跟踪威胁，差点连命都没了。最后好不容易找到证据，才帮你洗清冤屈。这些你都不记得了吗？孙律师，谢谢您。要是没有您，我这一辈子就毁了。这份恩情，我秦旭白一辈子都记着。以后不管你有什么需要，只要我能做到，绝不推辞。秦总客气了，这是我作为律师的本分。您是一个做实事的人，我相信您日后一定会有大作为。孙律师，我没忘记您对我的恩情，我怎么可能忘记呢？医生说，全国肾源库里只有您的肾跟我女儿的配型全相合。秦总，我求求您救救我女儿！您当年答应过会帮我的。秦总，秦总，你不能答应他，洋洋他快不行了，你之前答应过要亲洋洋的，你不能反悔呀！秦总，洋洋今年他只有19岁，他的人生还没开始，我请你再想想洋洋。孙律师，羊年若是没有您，我早就身陷囹圄。别说是做公益了，就连秦氏集团也撑不起。是我唯一能偿还的机会，我不能。可林阳，他也是无辜的，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却也要为他母亲的过错买单。现在只剩下2个小时的时间，如果我选择了你的女儿，那林阳就真的没救了。秦总，我这辈子光明磊落，我从没想过跟别人抢任何东西，可这次为了我女儿，我只能自私这一次。我求你，把肾都给她，我求您了，我求您。秦总，洋洋也快不行了呀！你之前是答应过要救他的，你不能反悔呀！我知道是我不是人，我打伤了你，但是洋洋他是无辜的呀！我求求你，我开一面，救他，行不行啊？您别逼自己了，您的身体根本撑不住，不管全人，您都要冒着生命危险。您想想自己，您想想我，您要是出现了我怎么办？这份恩情，我秦旭白一辈子都记着。我
我决定。李先生，稍等。赵主任，您怎么来这儿了？您不是在参加国际性肾病学术研讨会了吗？那可是只有国内外顶尖专家才能受邀的会议。您就是那个在国外发表了10几篇肾病治疗权威论文，却放弃海外高薪，专门回国内一线坐诊的赵岩主任。天哪，您怎么来这儿了？真的是赵主任，我女儿之前住院，托了好多关系，想请赵主任会诊，都没请到。他怎么突然出现在这儿？赵医生，不知您来有什么事吗？秦先生，我早就知道您的善举，这次更是在网上看到消息，说您在医院被殴打致重伤，还惦记着要捐肾给病患。您这份善意真是让我特别的感动。所以我就给研讨会的主办方请假赶回来，就是为了帮您一把。我打他的事竟然被人传到了网上，太好了，亲善之人不会被忘记。秦先生，赵主任回来了，我没把握完成的手术，他肯定能圆满完成，这是您的善报啊！赵主任，谢谢您，您真是好人，请您快帮我爸看看他的肾到底怎么样。大家不用担心，秦先生的右肾完好无损，没有受到任何波及。左肾中度损伤，但幸运的是没有伤及其他系统，这是保住左肾的关键。赵主任，您的意思是秦先生的2个肾都能保全？没错，只要我给他做了肾脏修补手术，秦先生的双肾都能够。太好了，双肾都能保住，秦总肯定会捐一个给洋洋的，洋洋有救了。赵主任，谢谢你。我做善事向来不为回报，但今天你能特地赶过来帮我，这份认可，就是对我这些年所作所为最实在的证明。善意需要接力才能传下去。我本就癌症晚期，日子也不多了。既然我2个肾都能保住，那不如干脆都捐出去。一个捐给孙律师的女儿，一个捐给林阳，也算是我最后在为这世上做了一件好事。您疯了吗？您的身体根本就撑不住，你这2个肾怎么活啊？秦先生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，我们怎么能要您2个肾？我女儿的命不能让您拿命来还啊！秦先生，这绝对不可能。从医学角度来说，人体至少需要1个肾脏来维持正常代谢，捐出双肾就等于生命无法延续，这不符合医疗伦理，也违背我治病救人的初衷。我绝不允许你这么做。秦先生，您的这份心意，我和我女儿心领了，谢谢您愿意帮我们。这肾我不跟林阳抢了，我女儿的身体状况还能再等等，这唯一的肾源就让给林阳吧。孙律师，您这份谦让，比我这所谓的善意更难得。可您女儿那边，孙律师，先别着急，你把你女儿的详细检查报告和配型资料发给我，我会动用所有资源，调用全球肾源匹配数据库，帮你女儿寻找海外肾源。真的吗？赵主任，谢谢您，太谢谢您了！要是我女儿能够找到合适的肾源，我这一辈子都会记着您的恩情。我原本以为像肾源这种救命的东西，大家会争得头破血流，没想到只要大家相互帮助、互相理解，事情总有转机。赵主任，手术室内一切都准备好了，请您现在为秦先生做肾脏修复手术吧。好，
我现在就去手术室确认设备。至于那位等着换肾的患者林阳，王医生，你去给林阳做好术前评估和准备。等秦先生这边一结束，就安排肾移植手术。短时间内2台高难度手术，您身体吃得消吗？况且秦先生刚刚经历肾损伤，术后马上捐肾，他的身体……放心，有我在，你还担心什么？走吧，林女士，老夫人。放心，我和赵主任一起主刀，一定保证手术顺利。血管分离的很成功，没有粘连。林阳这边也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移植。我这是……你醒了，手术特别成功。秦先生的肾脏在你的身体里运作良好，你再好好休养休养，很快就能康复了。是秦总，秦总还是全肾给我了。是呀，秦先生现在已经回病房歇着了。要知道，秦先生的左肾才刚刚修复好，就坚持捐出右肾来救你，这份恩情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秦总，欠他的太多了，等我好点，我一定要亲自去谢谢他。你还不知道吧？在你第1次手术的时候，你的母亲林芝女士又去找秦总麻烦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妈她又伤害秦总了。当时她被那个骗子捐献者迷惑，认为他才是能救你的恩人，于是将秦先生直接从手术室里拉了出来。洋洋，你终于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你别碰我！你为什么要伤害秦总？你怎么这么糊涂？3番5次伤害救命恩人！你都知道了，我不是故意想要伤害他的，我就是看他捐肾不够积极，就想去催催他。再说了，他不是大善人吗？捐个肾是应该的嘛。雅雅，你别生气。当初我求秦总捐肾时，我就承诺过，只要他肯救你，事后我一定会让你们去做。在他之前伤害秦总的是赔罪，现在是时候兑现诺言。坐牢？妈，你说什么呀？你真的要我去坐牢啊？我以为当初你这么说，只是为了想让秦总去捐肾，故意在他面前装的。你怎么能够真的这么做呀？装的！我宋家养你这么大，没教你言出必行吗？你伤了秦总多少次，坏了他多少事儿？若不是秦总心善，杨洋早都没了。这个牢你必须坐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洋洋，我不要去坐牢，你也不愿意妈妈去坐牢的，对不对？你去帮妈妈求求情，去救救外婆吧。妈，这个牢我必须坐。洋洋，你看看你的手，你的右手小指是为了替我给秦旭白赎罪才弄伤的。你替我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你是在乎我的，你怎么能够让我再去坐牢呢？那时候断指是因为我觉得你只是一时糊涂，还有改过自新的可能。我以为你看到我为你赎罪，会明白秦总的善意，会收敛自己的脾气。可你呢？你不仅没改，反而在我手术的时候再次去找秦总麻烦，你屡教不改，4次伤害救命恩人。护着你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洋洋，妈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妈是为了你呀。你的手指是因为秦旭白才断的，我看到你断指的时候，心里有多疼，你知道吗？我去找他，就是想替你报仇。
想让他知道你所受的苦啊！我以为李阳能为你讨回公道，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他的。林芝，你现在还在找借口？秦总从来没有逼过你，更没有逼过洋洋，是你自己一次次的误会，一次次的伤人，怎么能把账算到秦总头上呢？妈，报仇不是你伤害无辜的理由，你欠秦总的不是一句为我好就能抵消的。今天这个牢你必须坐，这是你唯一能赎罪的机会。洋洋，你把电话关了好不好？我是你妈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不要坐牢，我不要。警察同志，不要报警。我母亲林芝多次故意伤害秦旭白先生，涉嫌寻衅滋事，应被依法批判。这是你唯一能为自己赎罪的机会，好好在牢里反省，以后别再做伤天害理的事了。洋洋，你要我去坐牢赎罪？好，我去，是我的错。我去赎罪。别难过，这是他该走的路。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，好好的报答秦总。知道，等我身体好点，我就去给秦总道歉。爸，您才刚做完肾移植手术，还要兼顾癌症化疗。赵主任特意叮嘱过，您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静养，可别再操心其他事了。佳佳，爸没事，就是孙律师的女儿她还没有等到肾源吗？放心吧，爸，赵主任昨天刚刚在海外联系到了一位愿意给甜甜捐肾的志愿者，配型结果完全吻合，对方身体状况也很好，现在已经在筹备手术的事情了。真的？那太好了啊！赵主任费心了，甜甜总算有救了。是呀，所以您就别再牵挂这些事儿了，安心好好休息，养好身体，才能等着看甜甜康复，不是吗？秦总，听说你今天精神好了不少，我特意带洋洋来给你道谢的。把东西拿进来。这是秦总，左边这盒是我外祖父当年托人从边境深山里挖来的千年野山参，最能补您术后亏空的气血。右边这盒是一对老坑玻璃种帝王绿翡翠平安扣，是能直接送进拍卖行拍上千万的物品。您刚捐了肾，又要治疗癌症，这些东西或许不能替你疼替你苦，但至少能让你补补身子，请您千万要收下。爸，您看，老夫人，您见外了。我秦氏集团的产业足够支撑我的治疗，这些贵重的东西我用不上，那更不能收。这是为什么呀？您救了洋洋，就是救了我们林家的根，这点东西连你恩情的1/10都抵不上啊！是啊，秦总，后妈虽然已经坐牢，可您的恩情无以为报。林芝犯了错，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，这是他应得的报应。而我捐肾做公益，都只是想守住自己的良心，秉承初心做些力所能及的事。这些物质上的东西对我来说不重要。秦总，现在像您这样不图回报、一心行善的人实在太少了。你放心，莲芝在狱中一定好好接受改造，为他犯的错付出代价。灵芝，你杵那当菩萨呢？赶紧的把衣服给我洗了！洗什么呀？以前我在厂里的时候，都是工人给我洗衣服做饭的，哪里轮得到我给人家洗？哎，少拿你那厂长的架子在这里摆谱！现在这里是监狱，不是你那个什么破厂子！你要再不洗，我
让你把这盘水给我喝了！你敢！我妈可是宋家人，我儿子呢也是宋家未来的当家人。你今天要是敢动我一下的话，我告诉你，等我出去之后啊，你们全家都没好日子过。啊！你还敢威胁人？我看你是没挨过揍，你不知道监狱的规矩。我今天不收拾你，你不知道马王爷他有3只眼。别打我！别打我！别打我！他的血，我现在就想你。现在知道晚了，他晚了！我知道错了，别打我！别打我！爸，帝都那边的专家团队说了，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调整治疗方案。这次回去以后，您的身体肯定会好起来的。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，不过回去以后，人形基金会还有几批山区助血款要审批，留在山城总惦记着。爸，您就别操心工作了，您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才是最要紧的。走，回家再说吧。老夫人，小姐，她毕竟是您和老爷唯一的女儿，也是洋洋少爷的亲妈妈，您真的不去看看她吗？小姐是糊涂，可您想想，她从小被您和老爷宠着，没吃过一点苦，突然进了监狱，肯定受不了。再说洋洋少爷，他心里肯定也是惦记母亲的。罢了，她终究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。明天上午我去看看她。好。你可算是来看我了，我算是快待不下去了。他们一句话不对付就打我，你看我手腕上的伤。牢房里又冷又吵，我老毛病胃炎又犯了，疼得整宿都睡不着。妈，我知道这个事情是我错了，可是我也受够了罪啊！妈，你救救我，把我弄出去好不好？我不想在这里待了。可你终归做了糊涂事儿，这是你该承受的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妈，你再帮我一次好不好？你只有我唯一的女儿啊，难道你真的就不管我了吗？你一定要看我在这里被折磨死了，你才甘心吗？算了，我会将你保释出去，但你保证，你出去以后绝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糊涂，你听到没有？真的，我真的能出去了吗？妈，你放心，我出去之后，我一定会好好听你的话的，我再也不惹事了。只盼着他这次真的能醒悟，别再辜负我的一片苦心。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是应该在监狱里反省吗？洋洋，是外婆把你妈保出来的。外婆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这点刑期根本不够赎我妈的罪。不行，妈，你不能出来，你快点回去。洋洋，妈不要回去，妈在里面天天都在反省，天天都在想你，那些人都在欺负我，让我洗冷水澡，饭里还有石子，我在里面实在是熬不下去了呀！你从小跟妈最亲了，妈跟你爸离了婚之后，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给带大的呀！我想要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你，虽然有的时候方法不对，但是妈的心不坏呀！洋洋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！
洋洋，外婆知道你记挂着秦总的恩情，可她毕竟是你妈，生养你的人。这一次我保释她出来，也是希望她能真正的改邪归正。你就当给你妈最后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要是她再犯糊涂，不用你说，我第一个送她回监狱。洋洋，妈这次出来一定好好做人，再也不争强好胜，再也不惹是生非了。我会天天陪在你身边，我们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这是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你再敢伤害秦总，再敢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，绝对会跟你断绝关系。妈都听你的，我一定不会的。佳佳，帮我联系一下刘管家，告诉他3天后山区肾病儿童救助计划座谈会我亲自去一趟。爸，不行，您才刚回帝都，就别再操心基金会的事了。到时候座谈会，我跟刘管家带您去。佳佳，这不一样，山区肾病儿童救助计划是我牵头推进的，那些孩子还在等着消息呢。我要是不去捐赠房、合作医院那边心里会不踏实，说不定还会影响计划推进。可您的身体，我不想让您……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。佳佳，这座谈会我必须去。好吧，那到时候我跟您一起去。您要是觉得身体不舒服，咱们就立刻回家。好。妈，报道说秦总3天后要去参加山区肾病儿童救助计划座谈会。秦总真是个大善人，明明自己还在住院治癌症，却总想着帮助那些素不相识的孩子。没错，真是个大善人。哼，他倒好，住着院还能继续当他的大善人。我呢，在监狱里受的罪，谁知道？而且这些要进了监狱，厂子便被我妈交给了别人，我连一点话语权都没有。这一切，不都是因为他情绪白？要是没有他，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妈，你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妈就是在想晚上给你做什么好吃的。洋洋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呀！张妈，快来，快送洋洋去医院啊！张妈。想想他不能有事，肯定不能有事。他刚刚做完手术，怎么会突然吐血呢？小姐，你冷静一点，少爷不会有事的。医生，我儿子他怎么样啊？怎么会突然吐血了呢？哎，快点跟我说呀！林女士，你先冷静点。林阳他已经脱离危险期了，刚才吐血是因为他换肾手术之后长期服用抗排液药物，而这类药物会导致免疫力下降，从而引发了急性呼吸道感染，炎症刺激黏膜才会出血的。就只是免疫力下降，他现在可是吐血，吐了很多血啊，怎么可能就只是小感染呢？医生，你们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？是不是他的肾有问题？林女士，这是李阳的检测报告，移植的肾脏功能都很稳定，没有出现任何排异现象。他确实是因为免疫力下降引起的感染，只要好好输液消炎，很快就会有好转的。没错，而且术后服用抗排液药物的患者免疫力下降，那都是常见的现象，你不用太担心了。常见现象？常见现象会吐血吗？就你们这帮庸医！我告诉你们，你必须好好的给我洋洋做全面的检查，不然的话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哎呦，我听你说，你孩子刚换了肾，换肾可是大事。我之前在我老家听说过，捐肾的人身体要是不好，有什么隐疾，那受捐的人也会受到影响，后续麻烦可多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这捐肾的人身体不好，会影响受捐的人？是呀，捐肾的人有乙肝，
后来受捐的孩子也查出了问题，不过呀，这也是我听说的。难怪洋洋他会吐血呢。这个情绪白，他患有癌症，他身体能好到哪里去呢？肯定是他的肾有问题，才连累了我的洋洋。他的肾明明有问题，却还装好心捐肾，他这个就是伪善作秀，说不定啊，就是为了博取一个好名声，根本就是不管我儿子死活。小姐，您去哪儿？少爷还在里面呢。我要去找秦旭白，他把我儿子都害成了这样，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哼，他不是喜欢去当大善人吗？我倒要让所有的人都看看，他这个大善人是怎么用有病的肾害人性命的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大家上午好。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，共同见证仁心公益基金会山区肾病儿童救助计划的启动。感谢各位从百忙之中赶来，我们会承担所有肾病儿童的检查治疗费用，与医院合作，接列专项病房，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救治。特别感谢王总、李总等各位捐赠方的信任，还有第一医院院长的医疗支持。接下来我们将进行善款交接仪式，请捐赠方代表与院长上台。秦旭白，他就是一个伪善的杀人凶手，他的善款都是骗来的，他捐肾也是假的，他就是想害死人。他的善款全部都是骗来的，还有捐肾也都是假的，他就是想害死人。秦旭白伪善杀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林芝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应该在监狱里吗？哼！各位，大家都听好了，这个秦旭白就是披着慈善外衣的杀人凶手。今天的山区肾病儿童救助局就是他骗钱的幌子，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受骗了。我的儿子林阳，他就是被他所害，他用了有问题的肾来捐助给我儿子，导致洋洋现在吐血住院。他秦旭白表面上是个大善人，其实就是借着捐肾来炒作自己，故意害了我的儿子。林芝，你胡说八道！我爸明明忍着癌症的痛苦，冒着生命危险捐肾救林阳，可现在却被你倒打一耙，你还有良心吗？秦总给你儿子捐了肾，我明白了，你这女人怎么回事？你儿子能活下来全靠秦总，你现在反过来污蔑他，你良心被狗吃了。就是，之前我在山区做志愿者，就亲眼见过秦总救助的孩子。他要是想炒作，用得着拿自己的肾跟命去赌吗？肯定是你自己有问题，故意来闹场子的吧？赶紧把这个无理取闹的家伙给我赶出去，别让他在这儿耽误正事儿，孩子们还等着救助呢。我不走，你们别被他的假仁假义给骗了。我儿子到现在为止都还在医院里呢，这些我有医院的检查报告，就可以证明我儿子的住院就是因为他的肾是有问题的。你们看看，这个是医院的住院通知单。你们看看，这个是医院的住院通知单。医生说了，是因为他术后感染吐血，差一点都没有救回来，这个就是证据。秦旭白，你敢说
不是你的肾有问题，才害我儿子2次住院的吗？真住院了？难道他说的是真的？可秦总怎么会捐有问题的肾呢？是呀，而且这手术感染可不是个小问题，这可是秦总捐的肾，难道这和秦总有关？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啊！当初是我求着你捐肾，是想着你身为慈善楷模，能够救洋洋一命。可是你倒好，你明明知道自己患有癌症，还把带着病气的肾捐给了他。洋洋现在在医院的病床上生死未卜，而你却在这里装好人办活动，你的良心就不会怒吗？秦总，林女士手里拿着林阳的住院单据，还说林阳感染吐血与你捐的肾有关，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你可以给我们大家一个解释吗？秦总，我们都知道您是公益领域的楷模，可现在肾癌有问题的说法摆在这里，证据也在林女士手上，您准备如何回应这些问题？秦总，林女士声称您明知自己有癌症，仍捐出带病的肾，请问您捐肾前是否做过全面的健康评估？评估报告是否能公开，证明肾源没有问题？今天是山区肾病儿童救助计划的启动仪式，现在出现这样的突发状况，会不会影响后续计划的推进？请您回应一下。请您回应一下。众目睽睽之下，秦旭白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如何狡辩。你们让开！你们根本不知道事实真相是什么。林芝，当初在山城第一医院，是你带着手下把我爸的左肾打伤，还千方百计的阻挠他做修复手术。可我爸呢？他看林阳可怜，忍着癌症的痛苦，还是把完好的右肾捐给了林阳。现在林阳住院，你不先反思自己有没有好好照顾他，却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我爸。谁知道是不是你又在外面胡作非为，给林阳乱吃东西，才让他住进医院？你少在这里颠倒黑白！林女士，你还打伤过秦总，秦总受伤却还是救了你儿子，你现在居然来指责他！林女士，我作为医者可以证明，捐肾前需要确保肾源完全符合移植标准，才能进行手术，因此不会出现肾源有问题就进行移植的情况。你伤了人还这样无理取闹，是对医学常识的无视。没错，秦总以德报怨，你却恩将仇报，还在这儿破坏公益活动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你们胡说！我打他，那也是因为一时的误会而已。你们都是跟他们一伙的，当然帮着他说话了。哎，各位记者朋友，秦旭白，他就是用了有问题的肾来害我的儿子，千真万确。我今天拿着证据过来，就是要当众揭露秦旭白的丑陋真面目。秦旭白，他居心叵测，必须让有关部门彻查他的基金会。今天的活动不能再继续办下去了。一旦活动终止，山区那些等着救命的肾病儿童就会失去唯一的希望。林芝，我们有什么事私下解决，别耽误孩子们的救助计划好吗？怕了呀？原来你也会有怕的时候啊！这样的，想让我住手也可以，你就给我跪下，当着所有的人面给我跟洋洋道歉，承认是你用病肾害我儿子，不然今天这事情没完。秦旭白，你毁了我的厂长身份，害我在监狱里受够了苦。今天我就要让你在所有人面前下跪，让你这慈善楷模的名声彻底烂掉，看你还怎么装好人。你说什么？你要让我爸当众给你下跪道歉，简直不可理喻！林芝，你非要把事情搞到这个地步吗？
怎么，你不肯啊？现在这么多记者可都看着呢，难道你就想让这个活动就此停掉，让那些山区等着救命的肾病儿童失去希望？秦总，林女士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要真想推进救助计划，不如先按她说的做，当众下跪道歉，至少可以平息争议嘛。要不然今天这活动，怕是真办不下去了。是啊，秦总，既然犯错就得承担责任，您总不能让孩子们的希望毁在您的不肯低头上吧？秦总，摄像机都记录着呢。要是您今天不表态认错，等我们报道出去，只会让更多人怀疑基金会的初心。到时候捐款断了，合作方撤了，受影响的还是山区孩子。您难道想看到这个结果？您还是跪下道歉吧。道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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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爸爸刚做完肾移植手术，还在做癌症化疗，连站都站不起来，怎么可以下跪道歉？而且他根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是离职才遭陷害，颠倒黑白，凭什么要我爸爸道歉？各位别逼秦总了，秦总这一跪，不就等于坐实了用病肾害人的谣言？到时候不仅秦总的名声毁了，基金会也会被贴上欺诈的标签，孩子们的救助计划只会彻底泡汤，这不是得不偿失吗？没错，王总说的对。林女士就是想逼秦总认错，好坐实自己的说法。我们要是跟着起哄，我就成了他的帮凶了。没错，林女士，你这根本不是要道歉，而是在逼迫秦总，意图毁了他一生的清誉。各位记者朋友们，你们听听，秦旭白，他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孩子，但是现在让他认个错，他就不肯了。他如果是真的在乎孩子，那怎么会给我磕个头、下个跪、道个歉？他又不愿意呢？他呀，就是心里有鬼，怕一旦是认错了，就坐实了用病肾害我儿子的事情。你们说说看，就像他这种人办公益活动，他可信吗？我看啊，就今天这场活动早就应该终止了，免得以后骗更多人的肾金钱。秦总，既然您不肯道歉，那我们也没办法了。我现在就把消息发出去，让网友们看看您这个大善人的真面目。没错，快发！咱们可不能错过这个热点，标题就写慈善楷模现病肾捐植争议，据道歉致公益活动停滞，保证能报。不能放，千万不能放！住手！我看你们谁敢动！孙律师，你来了，你快帮帮我爸爸！孙律师怎么来了？他可是帝都有名的金牌律师，之前帮多家企业洗清冤屈，业内可没人敢招惹他。我特意赶过来，就是想看看活动启动的顺不顺利，没想到却闹成这个样子。你跟我说说，这到底孙律师，林志他污蔑我爸捐的肾有问题，说我爸捐的病肾害林阳2次住院，还一次要求他下跪道歉。我明白了，秦总，你帮我女儿找到了肾源，今天你受到了这么大的恩惠，这份恩情，我必须还。各位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秦旭白先生的委托律师孙瑶。我劝各位想清楚，根据民法典第1024条规定，未经查证就发布不实信息，涉嫌侵犯秦先生的名誉权，需要承担责任。孙律师，我们就是随口说说，没真想发，这不是还没查证清楚吗？是啊是啊，我们肯定不会乱发消息的，得等事情弄明白再说。你瞎掺和什么呢？这事跟你又没有关系啊。林女士，你不是说你儿子2次住院是因为秦先生的病肾吗？正好，我有位当事人是山城第一医院的负责人，我这就让他把林阳的住院档案调出来。
查个清楚。哎，你凭什么调我儿子的档案啊？这个是我们的隐私，你无权这么做。找到了，大家看清楚，林阳的入院诊断写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他住院是因为服用了抗排异药物，导致免疫力下降，从而引发了呼吸道感染。这和秦先生捐赠的肾没有任何关系。林女士，你拿着普通术后感染的单据，也敢污蔑秦先生用病肾害人，还逼着他下跪道歉，你这是在诽谤！原来是术后用药的问题啊！我们刚才也是被误导，差点冤枉秦总了。是我们冲动了，没查证就轻信了林女士的话，以后肯定会更谨慎的。你们做新闻的最该讲究真实二字，而不是听风就是雨。要是今天孙律师没来，你们这报道发出去，不仅会毁坏秦总的名声，还会断了山区孩子的活路。就是，秦总冒着癌症的风险做公益，你却跟着外人质疑，良心到哪儿去了？林女士，你编造病肾害人的谎言，还煽动这些记者来闹事，你这不仅是对医疗常识的无视，更是在妖言惑众。你就不怕法律的追究吗？你们都是一伙的！这个档案就是你们串通好伪造的，目的就是为了帮秦旭白来脱罪。我不信，我儿子他住医院就是因为秦旭白的肾有问题。林芝，你能从监狱出来，是你母亲不忍心把你保释了吧？她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你却跑到这里胡作非为。你不怕被她和林阳知道了，彻底对你失望？我刚忙完工厂的事儿就赶过来了。杨洋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好端端的又住院了？老夫人，医生说少爷是免疫力下降，引发了呼吸道感染，刚才吐了血，不过现在已经脱离危险，没什么大事了。哦，那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只是老夫人，小姐她认定少爷住院是因为秦总的肾有问题，刚才已经带着人去公益活动上找秦先生了，说是要揭穿秦先生的真面目。什么？他敢？当初我保释他出来的时候，就是让他好好的反省，没让他去招惹秦总啊！这个混账东西，真是死性不改！今天非得把他救出来不可！真的，外婆。你这是还想护着他？他都把你救命恩人的公益活动搅得鸡犬不宁了。不是护着他，外婆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妈，她真的又去找秦总麻烦了。张妈都亲眼看着他带着人手出门的，还能有假？我当初保释他出来的时候，他可亲自给我发过誓，说再也不惹事了。知道了，外婆，我跟您一起去。之前我跟我妈说过，这是我给她的最后一次机会。要是她再敢伤害秦总，做违法乱纪的事，我就按照约定跟她断绝母子关系。你就不怕被他和林阳知道了，彻底对你失望？秦旭白，你也太天真了！就算他们知道了，又会怎么样？我是我妈唯一的女儿，也是杨洋唯一的亲妈。就算他们再生气，他们终究还是向着我的。哼！你想拿他们来威胁我，没门儿！林芝，你还真是略教不改。我当初是看在宋兰和林阳的面子上，才让你们家人自行解决你犯的错。现在看来，我真应该亲手处置你，让你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处置我？那算个什么东西啊！你也配处置我？我告诉你，秦旭白，我手上有更厉害的证据，能够证明你
就是借着做公益的幌子，来骗取社会的捐款，揣进了你自己的口袋。来人呐，把人证给我带上来！你是小雨，你怎么会跟林芝的人在一起啊？去年小雨确诊白血病，还是周成带着孩子来基金会哭着求助。当时我爸特意批了专项资助款，怎么会突然闹到这里啊？大家看清楚了，这个孩子就是秦旭白人性基金会的资助对象。可是现在呢，小雨的白血病加重，而秦旭白他早已把那些善款放进了自己的腰包，停止了对小雨的资助。什么？停了资助？秦总是这样的人？你没听到？他说资助款全进了秦总的腰包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真是典型的善心欺诈呀！林女士，上次的事已经被误导了。这次您说秦总挪用善款，您得把证据拿出来，我们不能只听你说。没错，空口无凭，你得拿出实质性的证据。周婵，你把证据拿出来。这是基金会之前给小雨的资助流水，每个月5号都会打2000块到我卡上。可从3个月前开始，钱没再到过账。我去基金会找了3次，都被秦总手下的人挡在门外，说秦总忙着筹备活动，没空管我们这些穷人家的事。秦总，我们家就这一个孩子，当初你说会帮到小雨康复，怎么能说定就定？那些捐款的好心人要是知道善款没用到孩子身上，该多狠心啊！大家都听到了吧？现在人证物证都在，他秦旭就是借着公益的幌子来骗钱，对孩子的死活根本就不管。这上面有银行的电子签章，给你转账信息，看起来不像是假的。秦总，周成拿住了资助流水，你能解释一下吗？为什么小雨的资助会中断呢？秦总，要是善款真的被挪用，不仅是对捐赠方的不负责，更是对这些等着救命的孩子不负责。您必须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说法。王总、李总，你们作为主要捐赠方，现在看到证据，会不会对基金会的善款管理产生怀疑呢？你们后续还会继续捐款吗？秦总，当初我们捐款是相信您的为人和基金会的公信力。周成现在拿出来证据，也得给我们解释清楚，这善款到底有没有用到孩子身上？是啊，秦总，我们不是不信你，但这些证据摆在面前，我们作为捐赠方，必须知道钱的去向。秦旭白，你说什么哑巴？你要是没做亏心事，怎么不敢跟大家解释呀？周婵，你别怕，今天有这么多记者跟来宾在现场，他们一定会替你跟孩子做主，让他把那些吞下去的钱全吐出来。秦总，你能说句话吗？小雨的治疗费到底什么时候给？你不能拿着大家的善心钱不管孩子的死活呀！周成，你能把基金会给小雨的资助账单拿出来，为什么不把你半年前赌博欠债的账单也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呢？欠债？还是赌博欠债？就是这么回事。秦旭白，你少转移话题啊！我们现在说的是你挪用善款停了小雨资助的事，跟周成欠不欠债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别想着用这些没用的事情来混淆视听，赶紧把你吞进去的钱全都给我吐出来！你问问周成，3个月前基金会为什么停了资助？他比谁心里都清楚。你不说是吧？好，我替你说。孩子，
叔叔本来不想当着你的面说这些，怕你伤心。可今天有人故意颠倒黑白，叔叔要是再不把真相说出来的话，不仅会让更多好心人寒心，还会毁了帮你的希望。诸位，我们基金会每次资助困难家庭前，都会定期跟进受助情况，确保善款用在刀刃上。可在3个月前，我们在对小雨的情况进行跟进时，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大家看清楚了，这些照片就是3个月前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拍到的。这是周成赌博的照片。没错。经过我们调查，发现周成把给小雨治病的钱全拿去赌博，甚至还欠了工厂10几万块债。这样的情况，我们怎么可能还继续给他的账户拿钱？停止给周成打款，是为了不让善心钱被浪费，也是希望能比他心好好给孩子的生原来是这样，我就说秦总不可能挪用善款，原来是这个当爹的把孩子救命钱拿去赌。太过分了，自己的孩子还等着钱治病呢，他怎么忍心把钱扔到赌桌上？还好秦总查得清楚，不然真被他蒙骗了。简直不是个东西，对自己的儿子不管不顾，还敢公然污蔑秦总，这种不是的吗？不是这样的。周先生，你能解释一下吗？如果秦总说的是真的，你怎么敢拿孩子的救命钱去赌博呢？小朋友，你知道爸爸把叔叔们给你的治病钱都用在哪儿了吗？爸爸，我怕，我不想说了。臭货，这点破事都能被人发现了。你们都给我住嘴！秦旭白，他就是想把这水搅浑，好掩盖他挪用善款的事实。而且，就算是周晨真的赌了又怎么样？他秦旭白作为公益基金会的会长，看着孩子等着治病，就算是周晨有错了，他也应该想办法去帮帮孩子啊，而不应该断了对他的资助。他这样就是不顾孩子的死活，像他这种人也配叫做大善人？我看他呀，就是冷血无情的伪君子。对，林女士说的对，陈总，你断了资助就是不应该。小雨还在等着钱化疗，你怎么能就不管他了呢？你这么做就是见死不救，你不配是大男人，你就是个伪君子。义子，你给我住口！您怎么来了？奶，小雨想你。我再不来，你是不是就要把秦家先生的善心全糟蹋完，还要让小雨跟着你丢人现眼？要跟这个野女人撒谎到什么时候？你不要太多，你懂什么呀？我们在跟秦旭白讨公道，别在这里添乱。添乱？我的儿子，我最清楚，他从小就没主见，要不是有人挑唆，他敢跑到这里来污蔑秦总？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？你就是想借小雨的事毁秦总的名声，好报你自己的私仇，才是最狠心的那个。老夫人，您别气坏了身子。既然事情已经说开了，没必要跟他置气，别影响了自己的身体。秦总，真是对不住，让您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您从来没愧对过“大善人”这3个字，我家这不孝子糊涂，让人当枪使，差点坏了您的名声。老夫人，快起来，别折伤我了，快起来。你们不是都质疑
为什么资助流水3个月前就停了吗？因为秦总发现这逆子把小雨的治病钱拿去赌后，不但没责怪我，没管好儿子，反而特意给我办了这张卡，把钱重新打到了我的这张卡里。这些日子小雨的化疗费、药费全都是秦总用这张卡给的。他要是真不管孩子，小雨哪能撑到现在呀？所以说，秦总从来没断过对小雨的资助。秦总是当之无愧的大善人。原来是这样啊！秦总不但没有中断资助，还特意换了方式确保善款能用到孩子身上，这也太细心了。之前真是误会秦总了，这样的善举才能配得上慈善楷模的称号啊！我就说秦总不可能做挪用善款的事，原来考虑的这么周到，怕钱被周成浪费了，把钱就打给了老太太。这才是真正的善心呀！不仅帮人，还把后续的问题都想到了。秦总果然名不虚传。秦总，是我一时糊涂，误会了您。有您这样的人管理基金会，我们这些捐赠方都放心。后续的资金支持，我们一定会加倍的支持您。没错，我们公司以后也会加大捐赠力度，全力支持公益事业。小成，你看看这些人，你再看看你，难道你就没有半点羞愧？秦总怕你把钱都赌光，才特意把钱打到我这儿。可是你呢？你为了赌瘾，把儿子的救命钱扔在赌桌上，听了别人2句挑唆，就跑到这里来污蔑救了小雨的秦总。你对得起小雨，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吗？我记得你爸走的时候，拉着你的手说，让你好好照顾我和孩子，要你做个有担当的男人。可是你把他的话当耳旁风，把这个家都折腾成什么样子？你把小雨的病当儿戏，你要是还有一点良心，你就该知道你错在哪儿。我不该赌，我对不起您呀，我不该听这个临时的话，让我知道啊。怎么会这样？明明都把周晨推出来了，竟然又被翻盘了。他情绪派，凭什么每次都能全身而退？灵芝，你费尽心思用诡计抹黑我爸，可你忘了，真正的善意从来不是靠谎言掩盖的。你就死了那条继续作恶的心吧。从一开始就是你挑拨周成说好，你为了报私仇，不惜拿孩子的病情当筹码，你还有一点底线吗？现在就把最新的报道发出去，替简总澄清真相。所谓秦旭白挪用善款，纯属谣言，全是林芷儿为了报复秦总精心设计的骗局。他甚至利用患病儿童的父亲，编造虚假证据，其行为令人发指。我就说你不对劲儿，秦总好心捐肾救你儿子，你却反过来害他，你这就是恩将仇报，太恶毒了！拿公益当战场，拿孩子当工具，你这样的人就该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林女士，你恶意挑唆他人作伪证，编造谣言诽谤秦先生，扰乱公益活动秩序，这些已经触犯了多项法律条款。我会代表秦先生和人心基金会提起诉讼，追究你的全部法律责任。没错，我们几家捐赠方也会联合起来，让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代价。不，你们敢！我母亲可是宋家的老实人，你们要敢在动我之前，最好想一想能不能得罪宋家。你们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的话，我就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是吗？我倒要听听，想让谁吃不了兜着走？你们怎么？啊！宋家
怎么养出你这么个不知好歹、作恶多端的东西？秦总救了杨洋的命，你倒好，一次次的找他麻烦，拿公益当报复的工具，你对得起我们宋家吗？你对得起杨洋吗？妈，不是你想象这个样子。洋洋怎么出院了呀？他的身体还需要在医院好好静养的。你先送他回去吧，这里的事情我能够自己解决的。你还知道杨洋需要照顾？你这个当妈的，在儿子手术后感染吐血的时候，你倒好，不想着在病床照顾，反倒带人来这里闹，为了报私仇，你连儿子可死活都不顾了，真是屡教不改，蠢到家了。我告诉你，明志，我之前护着是念着仅剩的母女情分，但是你这一次触犯了我的底线，绝对饶不了你。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再也不会去找秦总的麻烦了。你现在就送洋洋回医院啊，洋洋，走，妈送你回医院啊。妈，现在说这些已经太晚了。你忘了你答应过我的吗？上次从监狱出来，你说会好好做人，再也不伤害秦总。要是菜饭，就任由我处理。当时跟您说过，菜饭我们就断绝母子关系。现在，签字吧。洋洋，你真的要当众和我断亲？我们是母子啊，是血浓于水的母子啊！你怎么能够这样对我呢？我已经给过你最后一次机会了。从你保释出来那天，我就跟你说过，再伤害秦总，我们的母子亲情就到此为止。现在，快钱吧。我可是你的亲妈，你怎么能够跟我断亲？我做的这些全部都是为了你好。为我好？你每次都说为我好，你做的哪件事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？你打秦总，就是为了发泄被顶撞的怒火；你污蔑秦总挪用善款，就是为了报复他让你进监狱的仇。你从来没有想过我到底想要什么？断亲协议到底签不签？我不签！来人，赶紧把他给我拿下！要是让他跑了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你们敢动我？我可是你们的厂长，放开我！我们是清兵营老妇人，你别让我们难办。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不要断亲啊！你让他们放了我吧。洋洋，你再相信我一次，就相信我一次，我以后一定好好陪你，我绝对不会再惹事了。你要是不愿意签字，那就按着他吧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放开我！我是你的亲妈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怎么能这样对我？从现在起，灵芝跟我不再是母子，在我眼里，她只是多次伤害我的救命恩人的仇人。这份协议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断亲，从此以后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要他们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这不孝女给我扔出去！诸位都在，我怕污了你们的眼睛。回去以后自有主见，要好好的教训。
秦总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没有教好自己的女儿，让她一次次的伤害你，还搅乱了你的公益活动，我在这里给你赔罪了。我也有责任，是我这个做儿子的没能好好劝住妈妈，让她屡教不改，给你带来了这么多麻烦，真的对不起。我知道你们也是无心之失，谈不上什么怪罪，快起来吧。毕竟真正犯错的人一直都是林芝。你真是宽宏大量，你的恩情我都记在心里。秦总，你放心，这一次我让林芝永远无法出现在你的面前。秦总，今天真是给您添了天大的麻烦，都是我教子无方，让他被人挑唆，做出这种污蔑恩人的糊涂事儿。您放心，等回去我就带他去自首，该我们承担的责任，我们绝不推脱。秦总，我错了，我会去自首的。我以后一定痛改前非，好好照顾小雨，再也不碰毒了。秦叔叔，对不起。这错能改就好，小雨还等着治病呢，你们赶紧带她去医院吧。后续还有什么困难，也可以直接联系基金会。谢谢秦总，谢谢您的宽宏大量。秦总，今天经历了这么多波折，你不仅没有计较，还始终秉持着善良对待每一个人。您的这份胸怀太让人感动了。秦总，通过今天这个事，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您做公益的初心。后续我们一定会大力推进人心公益基金会的救助计划，让更多人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。秦总，今天这事儿让我们更加坚信，跟着您做公益绝对没错。山区儿童肾病救助计划，我们不仅会继续支持，后续还会追加捐款，一定让那些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治。没错，我们公司以后也会全力配合基金会的各项工作，动用更多资源助力公益。秦总放心，医院已经做了万全，专项病房和治疗团队都已就位，只等善款到位，立刻就能接收患儿。谢谢各位的信任与支持，我一直坚信，善意就像一粒种子，只要坚持播种，就一定能生根发芽，不断传播开来。当人人都愿意伸出援手，多一份善意，那这个世界上需要帮助的人就能多一份希望。我坚守公益20多年，就是想守住这份初心，让更多身处困境的人感受到温暖。未来人心基金会也会继续前行，不辜负大家的信任。好。秦总，秦总，你别吓我呀！医院，快送医院！妈，我已经签了断亲协议了，你再饶我一次，你别再送我回监狱了，行不行啊？我真的在里面待怕了。不想回监狱，不可能！这一辈子你都别想再出来见到洋洋！快，不要！妈，你别杀！这个是我跟洋洋最后一点联系了，你少了他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呀！最后一点联系，你签下断亲协议的时候就该知道。你跟洋洋就没有关系了，你配不上他的孝顺，更配不上这些曾经的温暖。不要！
了，我求你啊，妈！这个发卡是你成年时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这个钱包里边装着你在盛虹机械厂的工作证。不要，妈！你不能少啊！这个丝巾是你爸临终前留给你的念想。现在这些都与你无关。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别烧了，我求求你，你别烧了。没了，我什么都没了。我烧了这些，是要你彻底断了念想。另外，我已经联系了警方，你之前的牢没有做够，这次我不会再保你。不要，妈，那些都是犯了罪的魔鬼，我进去会被欺负死的，我会活不下去的呀，妈。这是你应付的代价。让你真正的受到法律的制裁，你才能明白什么是规矩，什么是善恶。你害的人吃的苦，都得你自己扛。好好的在努力反省，下辈子别再做伤天害理的事儿。别再辜负你身边人的真心。求求你们，求求我吧！秦小姐，您别太激动。秦先生现在情况危急，但我们医生正在里面全力抢救，会尽最大努力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怕他没有希望，他这一辈子做了那么多善事，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啊？秦小姐，别担心，我这次来就是为了秦总的病。张医生，你来了，我求求您，救救我爸爸！秦小姐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们的团队在抗癌领域上取得了新的突破性进展，秦先生的癌症有很大的可能治愈。真的吗？您说的是真的吗？我爸有救了？千真万确，我们做了万全的准备，一会儿就进去替换里面的医生，立刻为秦总展开治疗。谢谢。爸，您的病有治愈的希望了。您总说行善不求回报，只求问心无愧。可是善良终有回报的，您的善心终于换来了生机，您有救了。外婆，这是工厂这季度的营收报告和员工福利调整方案。我们不仅补齐了之前拖欠的工人补偿金，还新增了公益帮扶基金，专门资助厂里困难职工的家属就医和子女上学。好啊，洋洋，你真的长大了，不仅能把工厂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还能守住本心，太难得了。外婆，是秦总用行动教会我，企业家不能只想着盈利，更要行善为善，多承担社会责任。而且我已经准备加入秦总的人心公益基金会了，以后我会定期去参与山区助学和肾病儿童救助活动，用实际行动替我母亲赎罪。也把秦总的这份善意传递下去。好，好，好，这才是我们宋家人该有的样子。外婆全力支持你。
据悉，仁心公益基金会会长秦旭白先生经过1年的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，癌症病情已得到有效控制，身体正在逐步康复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听听秦先生对未来的期许。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，未来我会继续以善意传递为信，推动仁心公益基金会的各项事业发展。很多人问我行善图什么？其实就只有4个字：问心无愧。我始终相信，每一份善意都不会被辜负。只要人人都愿意献出一点爱，那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好。